么大胆，现在还敢落？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？货运部的。哎呀，我们赶在了机场关闭前最后1分钟降落。耶！膜拜啊，小姐！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一讲。收学费。应该祝贺你，潇潇，飞够了2700小时，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。老蔡，这些年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？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。你等着，下次我带着4道杠见您。太羡慕你了，4道杠。羡慕什么呀？你不也快了？哎，算了。什么算了？大家太累了，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。下机换衣服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。哎，注意你态度啊，别惹他们发脾气。顾部长，你叫什么？程潇，货运部的。我有必要提醒你，刚才不应该落地。啊？当时的侧风是15米，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，而且刚下过雨，如果发生划水，飞机很容易冲天出跑道。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，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，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。落地的时候，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，摆正方向，落得稳稳当当。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。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，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。作为飞行员，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顾部长，我想问您2个问题：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？应该。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？您车坏了，需要帮忙吗？就是检查一下，谢谢。没坏就好，没坏就好。那个，现在台风天嘛，不太好打到车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来？您开个价。你是陆航的，小问题，没事。太好了，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，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来。你先上车吧，我帮你装行李。啊，不用不用，箱子不重的，我可以，谢谢谢谢。刚从国外出差回来。哦，对，美国，你呢？瑞士，我亲手飞的。你是陆航的飞行员？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。厉害呀！据我所知，陆航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。你知道的挺多呀，飞友吗？啊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跟你是同事，机务部的倪战。倪总啊，久闻大名啊！初次见面，陆航货运部程潇。哎，你好。好巧哦。陈机长想在一起实习什么地方呀？中原路的乌鸦。台风来了还去跑吧？我们经常飞长航线，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，不然我这什么腰椎、颈椎就报废了。哇，哎呀，瞬间心情雷暴转晴啊，太
舒服了，谢谢你啊。谢谢倪总，快进去吧。再见。来。哎，来一杯自由古巴。好的，今天也是可乐加冰。你不要揭穿我，你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。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，还从不喝酒。神秘职业。谢谢。无酒精版自由古巴。神秘姐姐，你订的蛋糕下午送到的。30岁之前，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，飞满400万公里，走遍60个国家，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，遇到一个……算了，人不能太贪心。祝自己生日快乐！刚才不应该落地，当时的侧风是15米，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侧风，而且刚下过雨，如果发生划水，飞机很容易成片出跑道。哎，老蔡，哎，你先别睡嘛，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。别呀，你不跟我聊，我这睡不着觉了，我就。哎，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不都夸你了吗？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！我在左后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，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。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谁说什么不好了？没谁。那你快睡吧，早点休息啊，打扰啦，拜拜。姐，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，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孙老师，哎，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，您看看。哦，我看看。陈小姐啊，您这是要大动干戈了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，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你想过没有？这样一来，预算就上去了。没关系，我快升机长了。哎呦，那提前恭喜您了。谢谢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，经过董事会的决定，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。当然了，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。实际上，从3个月之前，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。蔡总，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？没有，最后一趟我亲自飞的。你可真是劳苦功高啊！
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，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？哎呦，没有。这可是3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，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。这要是以后闹起来，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，都是年轻人，干劲儿足，别伤了人家的热情。你看，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，对咱们公司、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。是。蔡总，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，哎，我在想呢，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，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。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南田这样的晚辈，给他们指指路，带带他们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岁月不饶人呢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，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，你就说出来，凡事好商量嘛。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，不是说这精神头啊，关键是思维观念，他跟不上啊。这2年，南亭干得不错，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，当然，还有江总来把关嘛。徐总，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吧？我收到了。哎呀，老东西走了，剩下这些小猴子们，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？你可真会开玩笑。老蔡，我来了。哦，拿你最爱的那款。嚯，谢谢。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？老蔡，你跟 AOC 那边说说，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了。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？下午我就去申请机场考核了。你急什么呀？程潇有件事儿，我一直没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，要精简业务，咱们货运部撤了。撤了？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，都怪我。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，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。那咱们怎么办啊？你们转到客运部。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？哎呦，你小点声，别大呼小叫。说撤就撤，说转就转呀，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。哎呦，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。我从入行以来，我开的就是货运，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，但我就是喜欢这里。客运部有什么好的？客运部有什么好的？客运部单身小哥多，本来女飞就少啊，你要过去非抢疯了不可呀。老蔡，你有没有点正形啊？唉，那您呢？你跟我们一起过去？我想退下来了。别呀，您身子骨多好呀，您再干10年都可以。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，不着家呀，借这机会退下来，多陪陪家里的。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，这都7年了。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。什么？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。我是你的目标？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。您可是5星机长，安全飞行了一辈子，零差错。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？小程，
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，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。行医啊，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，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，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。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，真是不容易。没有不容易，我喜欢干这个，不委屈。以后路还长着呢，到了客运部啊，好好干啊！别这样，哎呦，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你等着。我打点饭，今天啊我请客。哎，哪能让您跑腿啊？我去。不行，最后一次去食堂，一定我自己去，你等着。哎，你好。老蔡，怎么了？到了客运部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给你丢脸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等你成了机长，请我吃饭。必须的。